你过计时毯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裹着那种保温毯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2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下雨了，刚小一点点，天亮的也晚。这一下雨刮风有点凉了。今天是周一，比赛周的周一了，对吧？北京、杭州、纽约、西安，反正还有好多。我都没想到纽约也是这个周末。今天咱们接着说马拉松，说说比赛前、比赛中、比赛后衣服，行吗？行，一会儿聊啊。我看天气预报，北京是6到14摄氏度，就今天看到的，过两天可能还会有变化。目前看应该是不下雨，其他城市我没看，但是凭经验，纽约应该跟北京差不多。杭州可能我不太知道。就这么说，基本上每年适合出成绩的比赛就那么几场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报名就能报名的。这适合出成绩怎么说呢？其实你这赛道有1、2个坡，它只要不是那种极限的，像青岛那种，其实都差不多，主要就是气候和气温。所以想出成绩的小伙伴们选择比赛，我的建议就是最好个位数气温开跑，然后不要超过15摄氏度，就是你结束的时候就容易出成绩。那有人说这气温跑冷啊，那得看您的目标和您的能力是什么。您要是在这气温下慢跑溜达，那肯定是冷。但是出成绩是什么呢？出成绩就像前天我们那堂强度课，那才20公里，我出好多汗。就不是说马拉松不能出汗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不能像短跑那样把汗出成那样，那样的话，你第一体液流失的太快，你补不过来；第二是你会比较受影响。所以我觉得北京、东京、大阪、纽约，其实说白了就是10月底、11月份的北方城市，或者是2月、3月的像大阪、东京这种有点像上海的大概的平均气温的样子，这种城市。所以像其实每年无锡的时间我觉得偏晚，会比较热。如果想出成绩的话，虽然有好多人在无锡马拉松出了成绩，就是这么说啊，你能出成绩，不差几度也能出成绩。我说的是普遍来说，舒不舒适来说。那这气温下，咱们先简单说说，我就想完赛不冲成绩的小伙伴，那你就怎么舒服怎么穿。像个位数的气温起跑，可以穿长的压缩裤了，但是不建议穿外衣。我仍旧建议就是竞速背心配臂套，或者您穿有袖的背心配臂套都可以，就不建议比赛穿2层，这是真心的建议。然后竞速的小伙伴们怎么办？比赛中大家可以看看我2022年的北京马拉松，那天起跑是5摄氏度，比今年冷应该。就是竞速背心儿，然后厚的臂套。这臂套有2种，普遍上，一种是摸上去滑溜的那种丝质的似的，特薄；还有一种就是跟 Nike 那种 Breaking 2的时候戴那种稍微厚一点，再厚一点的。然后还是竞速短裤，短裤看您习惯穿半弹还是穿普通都行。
但是我的建议是，比赛中可能半弹更容易不出问题，更容易。我只是说，当然有的人可能穿不习惯。然后帽子跟手套这个事情，2022年的北马我有一个小失败，就是帽子有点厚。像5摄氏度起跑可以考虑我戴那种就是能护住耳朵尖的那种帽子，但是可以考虑戴一个薄一点的。那天觉得有点热，不舍得扔。至于手套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不刮大风，能不戴手套就不戴手套，因为你拿东西拿水都特别不方便，就是你水不洒在手上是不可能的。大家可以看前2天那个东京半马我的节目，我带那位小伙，他到水站前还得先摘手套，然后喝完再戴上。这种怎么说，就是你不可能没有影响。像真的需要这样冲成绩的小伙伴们，基本上就在毫厘之间，几秒之间可能。还有就是撕能量胶或者拿盐丸什么的，戴手套都会有影响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能不戴就不戴，或者你带一双很便宜的，起跑热开以后就扔掉，到7公里8公里就扔掉就可以。然后赛前保暖的经验我有2个，或者说有3个。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穿一次性的雨衣，对吧？哎，我给大家的经验是，一次性的雨衣啊，你买那种分体的，就是一个裤子一个上衣，这样呢，第一你好穿脱，第二是你上卫生间什么的都很方便。也要买那种大袍子的，就相对麻烦，而且也不是太好脱，有的时候。然后这是第一个，这其实是算1个半，但是咱们就说1个。然后第2个保暖的办法就是暖宝宝。像北京2022年早上起跑特别冷，5摄氏度，而且北京那个冷跟这儿这个冷不一样，北方那个冷更凛冽一些。然后我就因为我穿压缩裤穿半弹，我就在那个臀部的这几块肌肉这儿压缩裤上贴暖宝宝，起跑之前再扔掉。什么时候需要呢？就是你觉得在外边待10分钟就有点冻僵了的时候就需要，因为肌肉冻僵了以后你上来热不起来。因为普通爱好者去参赛，你就算在 A 区，你的热身条件也是很有限的，不会让你说有一个大圈让你跑几步的。像冲成绩的话，只允许慢800米，就得追回来，否则就追不回来了，真就很难追回来了。除非你已经大幅领先了你的目标，就是你的能力。暖宝宝，然后最后一个窍门就是，当然了，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便宜的东西了，因为我19年参加纽约马拉松的时候，刚是那种就是某平台开始有好多奇怪的便宜的东西的时候，买特便宜的羽绒服跟裤子，穿完就扔了。当然了，你要为了这1年1场目标赛事，你花几十块钱买一身这种普通的衣服也可以，现在几十块钱能买到。买裤子就买那种，就运动员训练之前那种，就是它两边有个扣，一拉开就变成2个片了，就不用从脚上脱，因为你不愿意穿拖鞋嘛，对吧？从心，这我也试过，挺好的。去参加纽约马拉松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带保温毯，就是能把自己裹起来，完全不透风的。羽绒服没有用，太冷了。
这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来一个，就是用保温毯的小伙伴，你们看好多比赛有人披那种，就跟锡纸似的那种，对吧？那种是很保温，因为它不透风，然后也不怎么散热。但是，如果您的比赛的号码布是有芯片那种，就是不是把计时芯片绑在鞋上，而是号码布那种，你过计时毯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裹着那种保温毯，那电磁就屏蔽了，就没有你的记录，很有可能没有你的记录。尤其是出发的时候，好多人觉得冷，一定记住这一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赛后的申诉在这边其实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他出那个成绩和排名出的很晚，他有一个很长时间去核对这些事儿。像有的小比赛，他可能还没等到你申诉到那儿呢，成绩单都出来了，名次都出来了，对吧？虽然最后也能补上吧，但不知道怎么补啊，因为名次都得往后错一位。还说让我记得特清楚，有一年北马是京东快递，反正我在北京市啊，给寄来成绩单。上午快递小哥刚来，然后下午就给收走了，说印错了，然后过两天又寄了一个，好多年前了，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。这赛前的注意，一定记住那种保温的那种有金属的那种布，千万别穿着它过计时毯，因为现在国内比赛应该都是芯片在号码布上了，对吧？然后赛后这事儿就是，你存包的时候，往里存一条长裤，存一个上衣，就外衣。因为这么说，好多小伙伴说，那能不能穿着厚衣服到赛场，到存包那儿脱了存？不是不能，但是我的经验是，你到时候觉得特麻烦，倒腾不过来，就不如穿着防寒雨衣什么的，或者要扔的衣服出来。然后在出门之前就把衣服，就赛后要穿的衣服放到存包的包里，因为在检录区，你不管哪儿的马拉松都挺混乱的，你弄不明白有的时候，而且容易忘东西。因为2022年的北马，我本来打算是戴手套起跑的，存完包了想起来了，手套塞在外衣兜里了。因为那天我就是穿了一个就不能扔的羽绒服。那就只能存了，到现场脱的时候觉得戴手套脱麻烦，我把手套摘了，搁羽绒服兜里了。这都是经验教训。然后赛后就没事了，赛后你就是取了包以后别嫌麻烦，至少先把上衣披上，因为人的腿是不太怕冷的，而且你也不可能腿上都被汗湿透，主要是上衣，你就把上衣穿上，第一时间把上衣穿上就好了。那赛后就不多说了，赛后就应该庆祝一下，吃吃喝喝，对吧？这比赛就是这样，你赛前有好多目标，紧张焦虑，比赛的时候不一定都能达到，或者说像我现在的目标几乎很可能每场比赛都达不到，那比完赛我也挺高兴的。这就是一个阶段，行吧，差不多比赛穿的，南方的小伙伴们你就看气温吧，就是如果马拉松比赛起跑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6度、17度或者逼近20度的话，这场比赛就不是目标赛事了，就随意，出汗也没关系了，热也没关系了，就抓住那种整体比赛的平均气温在12、13度是特别好的。而且你要冲成绩的小伙伴也不会跑太慢，比方说北京7点半起跑，8点半、9点半、10点多一点就跑完了，冲成绩的小伙伴那时候也就是13、14度的样子可能。
抓住这种天气的，就这种气温的比赛的机会，又不是高原，气温又舒适。然后这个时候北京还没到刮大风的时候，纽约可能会有风。我那年就是一起跑那个地方风挺大的。最后再提醒一遍，带金属的那种保暖布一定注意。然后去跑纽约的小伙伴一定带保暖布，最好带个便宜的瑜伽垫到那儿铺上坐，因为也没有坐的地儿，只能坐地下。除非您是，比方说您是某些合作的航空公司、旅行社的金卡会员或者 VIP 有休息帐篷，否则就是只能坐地下，靠着树。不用担心厕所不够，但是可能担心树不够，一树只能靠3个人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！训练后再见。10月28号星期一清晨7点18，训练结束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09，心率137，雨还在下，毛毛雨。今天就缓过来不少，昨天是挺累的，然后明天轻松跑一天，后天是合练的日子，等于这4天要加练一天。一般我赶上周3合练或者周6合练就得加练一天，然后周4休息，周5的话跑一个长距离，半个多月没跑长距离了，就这么安排。其实没有什么课表，因为大多数时候如果给您定一个4个月，别说4个月了，给你定一个1个月的课表，你也很少有人能每天按照课表的要求完成。我个人认为，你说有这种人吗？可能有。然后我看那个短视频上，袁大都就是昨天的训练是个20公里的，接近马配的训练，其实跟我昨天说的差不多，不谋而合。就是昨天应该是最后一个有点强度的强度了，周中的这几个冲刺都是为了保证速度感。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比赛穿搭，我还是建议就是只要你想出成绩的比赛，都穿竞速背心儿。然后呢，防磨这个事儿，一是这个地方，因为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臂套的上缘或者是这臂带的星域带有可能会磨这儿，但是磨这儿的经验是比赛中不疼，然后回家一换衣服一洗有点疼。然后磨裆这个事儿，一般像这个气温下的比赛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你出不了那么多汗，就不容易磨裆。所以这也是一个气温的关键，就气温高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合出成绩。北京应该是个不错的气温，就看看空气质量怎么样了。行，虽然我不回去参赛吧，但是北京马拉松我还是挺期待的，到时候会在电视机前不对，不是电视机前，在屏幕前给各位加油的。纽约也是，但是纽约我应该看不了直播，太晚了，时差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再见。